嗨，我是 Dream Bloomer 的 Mickey。那今天很高兴邀请 Alex 来到现场。那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分享如何让你在游戏产业里面的薪水或者是机会大大的增加。那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现在是个概念设计师，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是说我要去一家公司里面工作，还是我要当 SOHO 族或 freelance， 或者是我到一个就是专门就是 outsource 的发外包的这种公司？我觉得这3个不同的路，就以你的经验，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对，这个当你成为一个概念设计师，然后有专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去公司上班，大公司上班，有在实际开发游戏的公司。以一个初入社会的一个概念设计师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因为在大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吸取到不只是美术方面的资讯，你可以了解、熟悉整个游戏制作的流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这边产出的这个图可以帮助到的部门有哪些，然后部门跟部门之中怎么样沟通，怎么样协调，才能够让你的作品更有效率的可以帮助到整个游戏的制作，这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加上团队里面一定会有其他的画师，所以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就会吸收别人的经验，然后互相可以交流，这个都很重要。以一个初学者来讲，就是初入社会的一个画师来讲，就是一个养分来讲的话，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加速你的成长能力，让你成长得更快。所以这个方面是很好的，但是相对的，欧美那边的话，其实他们公司，如果你是在开发公司，就还蛮操的，有时候加班啊，或者是工时很长的状况，其实都还蛮常发生的。对，都常有听到，是的。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接案，自己接案也是，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然后现在网络上因为很发达，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接到案子。然后案子的话，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那好处当然就是说，我可以自己在家里，我穿个内裤也可以上班这样子，就还蛮爽的。然后钱的话，当然相对的，自己在家里接案的话，你可以收的费用就会比在公司上班的费用还要高。是，因为公司会帮你付一些福利啊，或者是保险啊，那些有的没的开销。那你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要承担，所以你 charge 的费用相对就可以高一点。那缺点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你接触到的资讯，如果你在家里接案接久了，你可能那个技术啊，或者是资讯就会稍微比较跟市场稍微比较断联。公司里面都是最新的，可能市场上都还没有发布的一些科技，你就可以当下第一时间就接触到了。但是你如果 freelance 的话，你其实那个资讯就会稍微慢一点。稍微再提到一点，那个自己接案的话，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除了要会执行之外，你也要会推销自己。你要有能力去接到那些 case， 你才能够接案。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觉得说，OK， 我接案我可以赚比较多钱，然后就自己去做。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说，你如果是要做自由业要接案的话，你有一半甚至是更多的时间，一半以上的时间，你都是要花在行销、推销自己，然后去找案子的这件事情上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比如说你第一年你决定说你要离开公司。然后去自己接案，你第一年都是靠你朋友介绍，对，然后或者是靠一些认识的人给你介绍工作，然后过了第一年，这些工作结束以后，你平常没有在做推销自己行销这个部分的动作的话，很快就会变成说你到了第二年就遇到瓶颈，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你的金流其实有时候相对的不稳定嘛？金流就会相对的不稳定，有时候工作很多，然后有时候工作量就会。甚至是没有，你可能1个月都没工作，然后下个月忽然有3个人来找你，对，因为这个就要自己去安排，说你的行程跟你的预算要怎么样。所以自我的时间管理，自我的这个执行事情的管理，还有这案子专案的这个拿捏的管理，还要推销自己，然后还要存钱，有一点钱去储备，说让自己可能下个几个月金流万一不轮的话，自己还能够很 OK。对，哇，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就是它很 free， 但是 free 的缺点就是你要自律能力要非常强啦，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反正在房间里面画一画，然后躺下来睡个觉或看个电视，然后一天就过了。第3个的话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外包公司。是。那外包公司有点像是前面两个的综合体。所以外包公司的话，一般就是看公司的不同，他们接案的性质会不一样。你在外包公司，你可以跟工作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同事，所以你也可以跟不同的画师一起交流、一起学习。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接到很多不同的 case，所以就不同类别这样子。你可能一个案子做2个月，然后下一个再过2个月以后，你又做完全不一样的案子，所以可以在短期之内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专案。所以对于这个新的艺术家、概念设计师，他如果想要探索说自己能够发挥可能性，其实外包其实是一个蛮多，有点像是可以玩，一面专业的输出，一面可以学不同类别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学习。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蛮好的啊。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懒得去做这个商务这方面的业务，就是跑业务这个方面的事情的话，外包公司可以帮你 take care 这个部分啦。就是你只要专心在这个领域设计的这个领域就好了，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专案，然后了解说我比较喜欢这类型的游戏，然后另外一个类型的游戏我不太喜欢。那我觉得说蛮有趣啊，因为我觉得这3种类型来讲的话，那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小撇步，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些工作。现在就讲到这一集的重点了，我整理了3个不同的小撇步，让你们可以马上拿来应用，然后增加你们美术设计的收入。听起来不错哦。第一步的话，其实是要建立你自己个人的品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那些网站，我觉得都是很重要，你需要在上面有一个自己的 profile。比如说 ArtStation 啊、Behance 啊、Instagram 啊，其实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于就是当地你周边的人熟悉的这些网站，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说台湾的画师收入比较低，但是欧美的画师收入比较高，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收入提高呢？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去拿那些欧美的比较大的案子嘛。是。那欧美的画师、欧美的这些有在聘用人的这些主管，他们看的网站是什么？他们看的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些 ArtStation 啊、Behance 啊，因为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画师，他们其实把作品是放在 Facebook 的粉专，但是又是中文的。那国外的人当然中文看不懂，他也不会去看你。是。要不然就是那个 Pixiv。那 Pixiv 是日文的。日文的话，至少我在欧美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用这个网站。是。所以你作品再好，你放在上面的话，也不会有人去看你。是。那你要接国外的案子，你就是要去国外的那些公司会光顾的那些网站。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开始在这些网站上营造一个自己的品牌，你要 upload 作品，然后你要定期的去更新，不是说你把作品放上去以后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始 network， 你要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嘛，因为你现在作品在网络上了，你要怎么样让大家注意到你呢？就是你的曝光度，你要想办法让它提升。那提升曝光度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始跟其他的 artists network， 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嘛。所以 network 的话，有 Instagram 你可以 follow 人家，或者是像 ArtStation 你也可以 follow 人家，你可以喜欢人家的作品，在人家作品上留言。有一些人就是按赞而已，我觉得除了按赞之外，你应该要留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你自己心里对这个作品你的看法，或者你喜欢它的哪个点。因为你要跟人家交流的话，你不能就是给人家比一个大拇指嘛，那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你要让人家知道认识你的话，你要给他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一个回答嘛，你要给他有诚意的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跟这些人去，你可以直接 DM 他，Instagram DM， 或者是你 ArtStation 直接 message 他，或者是你可以去找这个人的 FB， 然后直接 message 他就好了，就跟他交流说，真的，网络真的是超容易的，谁都可以找谁，对吧？早期的时候这些网站都还没有，你还要去找这些个人的网站，这些画师的个人网站，然后找他 email。现在大家都很方便，就是等于是一个有点像一个 yellow page 一样。那你可以分享一些说，当初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法则找到工作呢？对，其实我早期在大学的时候就还蛮投入在 networking 这一块的，因为我知道说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去曝光的程度是有限的。我只要是喜欢的 artist 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去认识他，然后跟他交流。不只是说跟他做朋友，我还希望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到一些我自己
可以用的经验，或者是我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跟他分享。举一个我觉得最有用的经验，Bungie 这一份工作为什么会拿到，其实就是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一个人的作品，这个 artist 叫 Jamie Jones。那 Jamie Jones 他是 Bungie 当时是 Bungie 的一个原画师之一。然后呢，我在大学其实就跟他交了朋友。那当时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喜欢他的作品。然后 message 他在 Facebook 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后来就慢慢的开始跟他聊起来，就变成朋友。他当时在公司刚好有一个职缺有空位，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职缺，然后他又认识我，他知道我的作品大概是怎样，就是画一些科幻类的作品，他就觉得说，这个我认识的这个 Alex， 他好像还蛮合适的。所以他就把我的作品交到了那个当时班级那些主管的面前，然后才促使了有这个我后来到班级上班的这个机会。哇，对吧？如果我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像我们是 artist 是 designer， 很多人都比较内向。对，像我也蛮内向的，是会觉得说那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他又不熟，也不认识，这样子很突兀的去 message 他不会觉得我很烦嘛？对，或怪物啊、怪胎啊，或奇怪的。绝对不要，就是 don't be shy， 绝对不要害羞，不要觉得说人家会觉得你烦，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你跟他是讲说我很爱你的作品，他绝对不会觉得你很烦的，每个人都听不腻的。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是 networking， 就是你除了画好之外，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认识你，就是从跟交朋友、认识人开始。真的耶，我觉得我非常多的工作其实都是朋友介绍，包括我现在在Riot 的这个案子，也是因为之前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进去之后，他看到有一个工作，然后很适合我，刚好能够做，他就转介绍，基本上就是介绍出来一个几千万的一个专案出来了。那其实就是靠原先的交朋友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前途，然后以及快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能够 touch 到不同的，因为人都会走嘛，然后人也会换公司嘛。但是你认识那个人，他到不同公司的时候，你还是保持很好的友谊的话，他看到那个机会，其实大家会互相介绍的。对，没错。所以你的机会多，那赚钱的机会就变更大喽。简单讲就是这样。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公司嘛，所以当我们有需要去请人，或者是有工作需要介绍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都是自己熟悉的、认识的人，或者是有合作关系的人。所以这个又回到 Alex 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你需要有你的作品，然后你要常常更新，刷存在感，这样这些朋友圈你认识的人，他知道说，Alex，Mickey 他有做了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这东西他们看到，等到时间对了。刚好那个专案是对的，然后他们有个能力推一把，就接上了，那你就可以赚钱喽。那第三点其实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三点的话，前面的2点其实都不成立。是什么？对，第3点就是你一定要学英文。为什么要学英文呢？因为我们想，英文除了是世界沟通的语言之外，其实我们欧美这些大作，像譬如说3A 级的主机产品、3A 级 PC 的产品，都是欧美的公司做的。就算我们今天讲说日本的公司，像 Square Enix， 或者是上个礼拜刚上的那个 Kojima 的，就是小岛秀夫的新的产品 Death Stranding， 他们公司也都是有请外国人，那有请外国人的话，也都是用英文沟通的。对，所以英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去站到世界的舞台上的话，你不会英文是没有人会愿意跟你合作的。对，除非你有钱去请一个个人翻译。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是刚出社会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啦。其实我也觉得是说，像学英文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带来的其实不只是更大的格局，然后以及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去衔接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我要跟法国人，或者是意大利人等等来讲的话，其实英文都是可以变成一个是大家通用的一个主要的沟通管道。那很有趣的是，假设我如果只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呢，台湾就这么大，那它的游戏公司就这么多。可是当你有这么多的国家经过一个语言，就是英文，然后去可以衔接出去的话，这么多国家它的所有的公司全部衔接起来，其实那个 base 那个量体是非常大的，所以代表说你其实除了从台湾，你原本就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变成一只鱼从一个小 cup 然后丢到一个大海里面，你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对，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说，另外一个是每一个案子，我觉得他们的案子的专案有些的金额也会比我们这边大很多。这个就是讲到重点的部分了。就是现在我们以台湾现在的市场来讲，觉得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画师，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的话，薪水可能6万8万就不错了。你如果真的很厉害，10万块，在台湾的公司。但是如果你今天会英文的话，你只要是自己接案，你接国外的案子，你随随便便一个月都可以15万到30万块的收入，这个是非常也不算是高的。其实，在欧美那边的市场，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在座大家想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薪水？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们都从国外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听到的5000块美金，其实如果是在看那哪个地区，像三藩市来讲，5000块根本是不可以，活不下去的。那5000块等于是15万台币，那甚至你到1万块美金，其实在三藩市都还 OK 的状态，就是不算差，但也不算太好。所以我觉得说，你如果这样子去想，可是万一你是赚取到了这个钱，可是你是在台湾的话，我相信那是非常非常高的薪水以外，你会活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还能够存到钱，而且还可以犒赏自己出去玩，等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说，英文一定要学好。对，英文我觉得大家要把它看成一个投资啊。因为它是你自己的一个资产嘛，然后这个资产其实是你可以一直用一辈子的。你会英文的话，你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沟通，甚至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现在台湾有很多教学资料，觉得像 Crans 的资料的那些课程很棒，Crans 的课程很棒，它是中文的，但是除了 Crans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欧美的一些老师也是教的很棒的。如果你今天连英文都不会的话，你那些课程你就失去了这些学习的机会啊！的确，虽然网络那些资料都在那边，可是它是断层的，就很难吸收嘛。你就有一个资讯的断层，那会造成说，第一，你学习不到这些东西，然后第二是第一手的资讯，大部分都是从那个欧美那边市场来的。对，这些资讯你就失去第一手吸收这个资讯的机会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分享到这里了。那你们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呢，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Alex 的话呢，在下面留言。今天很感谢 Alex 来到现场，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多东西。那下次见喽，拜 ，Adios，ciao。